70年代的台湾文学，一般我们如果读台湾文学史的话，这个上周我在这个导论当中也有跟大家提到啊，70年代一般我们把它这个归诸于所谓的乡土文学时期啊。那么在乡土文学时期里头呢，乡土小说尤其是大宗。70年代它为什么会是所谓的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时期，它具有怎么样的一个兴起的背景？那么在这个文学当中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要点是可以被我们把握的？60年代是所谓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时期。好，现代主义文学为什么会兴起？它相对于50年代的反共怀乡文学啊，因为反共文学写多了，这个题材不够新鲜啊，写作手法老旧，那么对于读者来讲啊，已经看不下去了，作者呢也许也不见得写得下去了，所以50年代当然这个文学啊中期以后，所谓的反共怀乡之作呢就慢慢的式微啊，那么这个时候当然文坛上面它会需要有新的写作的典范。新的题材，那这个时候呢，以台大外文系白先勇、王文兴这个陈若曦、欧阳子等等这一批青年学子，他们所创办的现代文学以及所带进来的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的作品，还有这个理论那么因此就让人耳目一新，因此就造成了所谓的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因为现代主义它所处理的这个题材呢，基本上是一个在这个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然后人们多数都是在城市当中生活，那么因为城市生活带来的种种的孤独啦、异化啦、疏离啦有这些情感，因此呢就这个成为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呢，以当时的台湾来讲60年代其实还没有达到那个西方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至于说城市兴起，然后人与人之间有高度的异化疏离的这一方面的一种心理状态的程度。好，那也因此，虽然小说的技巧很高超，可是对于读者来讲，却会觉得说，那好像写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跟事那跟这个好像自我现实的这个生活呢，这个差距相当的远。好，那也因此呢，它给人一种围离台湾现实的一种遗憾。那么在这同时呢，这个像黄春明像陈映真，好，那这个包括的甚至于说像王征和那恰恰呢就在60年代的末期他们纷纷有属于自己的作品发表而这些作品多数呢，它就处理的是什么？处理的是现实当中的小人物，人物的特征类型上面，多数是淳朴善良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他所生活的场景在哪里呢？多数是乡村小镇、自然大地。好，那这也因此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70年代的这个台湾文学呢，是所谓的乡土文学盛行的时期。如果我们要总体的来把握这一批这个文学特别是小说书写的精神内涵的特质的话，大致上呢，我们又可以这么去了解它。怎么说？我们大概可以呢，把它分成2大主轴。好，这2大主轴，第一个，它基本上是走的是一个比较抒情浪漫的一个路线。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好，那这个乡土文学的场景是乡村小镇，是自然大地。好，那么既然是自然大地，大自然它本来就会给人
一种呢，好像是万物是生命的源头的，那么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小说里头呢，他会特别去凸显这方面的一个特质啊，也就是说啊，他写这个乡土大地啊，这个可亲可爱。虽然呢，它也可能有洪水啊，然后有风灾，然后有地震，有种种的这个人力啊，不可逆不可为的自然的灾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只要灾害啊这个过去，那么人凭着自己的坚韧的精神啊，能够坚持下去啊，不断奋斗的努力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那我们必然会否极泰来。会苦尽甘来啊，而且呢，在这个自然当中呢，找到生命可以生生不息的、不断的延续下去的一种力量。那黄春明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一个主轴之下啊，他算是处理的最有特色，然后最典型、最成功的一位作家。可是事实上呢，在70年代的这个乡村渔村里面呢。它会有一些这种产销现实制度上面的一个问题，那因此呢，它就造成了贫富跟阶级的问题。那于是有一些作家呢，他就不走那个黄春明式的抒情浪漫的这个路线，那他呢，转而用非常现实的、比较批判的这种态度呢，去写这个里头所产生的种种的问题。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陈映真，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些小说里头呢，他会处理到这方面的问题。此外的话呢，像王拓、像宋泽来那这几位呢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好，那首先呢，我们读一篇小说，第一个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篇小说到底在讲什么呀？主题意识主题意识是什么？好，那么主题意识可不见得就是说要你去把这个故事的情节大要什么的去讲一遍，那就变成说故事了。好，主题意识应该是一个这个小说你三言两语能够很精准的那把握说明说它到底是在要表达的是什么，它主要的关怀是什么。好，所以以秦梵公的故事来说的话呢，这边如果由我来讲，我就会讲说，它就是由主角人物秦梵公他有回忆，然后也有现实生活当中的跟他的孙子阿明有一些互动。那么在这个互动当中，他展现什么呢？展现出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黄春明他最这个强调，然后呢一再的去书写想要表现的人与自然土地的情感。我们来看读一篇小说，我们怎么样来这个把握怎么把握它？怎么阅读它？阅读它的时候会这个可以从哪一些不同的点线面进去，以至于说可以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呢，非常精要的就抓到这个小说它重要的特质。为什么黄春明笔下的这个农村常常都是老人与小孩？好，那么刚才我们同学很精要的提出来说壮年人口流失的确这个是农村的问题，长久以来就存在的一个问题。好，所以呢，你们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个老人不断的跟这个小孩讲说，哎呀，这些田将来都要给你，有没有他为什么不给他的儿子，也就是不给这个孩子的爸爸？好，就是读小说的时候，你有时候也要不断的要对他提问他为什么不给他爸爸？就是说这个田都要给你很显然就是说，对于这个中生代来讲，他们已经不想要在这边过这个好像看天吃饭的日子。黄春明的小说从很早以来他就反映了这个现象，只是他不是直接去用这种写实的批判的方式去呈现它，它是隐隐约约在字里行间呢，让这个问题呈现出来。好，所以说读小说呢，你有很多种读法，那么你去看它的意象，然后呢，去体会它的精神内涵那去这个感受它里面的人际互动所带来的种种的温暖也好或者是悲凉也好那或者是种种不堪也好都可以。但是呢这个字里行间只要你有心去读的话，
每一个人其实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的。啊，在清藩公的故事里面啊，他提到稻草人，然后但是呢，稻草人他不要叫他稻草人，他说要叫兄弟。好，为什么？兄弟跟稻草人这里面意味是什么？刚刚同学其实讲得很清楚，稻草人它其实是一个物品，它就是一个很物质性的一个东西。好，可是兄弟是什么呀？兄弟是跟我们有这个血缘的亲属关系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当然他跟我们的关系，因为被赋予了兄弟之名啊，俨然就有所不同。好，那为什么会叫做兄弟呢？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说啊，这个清藩公在农村里面，他好像很孤独、很寂寞，也的确是，所以他一天到晚只能够抓着他的这个小孙子，对不对啊？可是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同样还是可以把它放到原先所说的啊，就是淳朴的这种乡民啊，对于天地、对于自然，然后对于乡土啊的一种情感。所以呢，在这种情感之下呢，好像啊，万物有灵，万物有情啊，即或是稻草人，他也俨然像我的兄弟一般啊。所以这个背后，其实它是隐藏了许多它可能未必是很物质性或者是实用性的态度或者是目的在里面，它反而呢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情感，而这个情感的背后呢，它是一个长久的就是历史文化慢慢积淀下来的人跟自然土地的这种关系。好，所以读清藩公的故事，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讲的话，就觉得这个一眼看过去好像没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那到底我们能够在里面掌握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要从一些小细节去了解这个小细节，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而已，这个现象的背后它是有它的历史的文化的甚至于你可以说它还很可能是有宗教的这个意识蕴藏在里面的。好，那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去注意一下啊。